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的科学老师红叶。今天让我们继续制作小船吧。在上节课上，我们根据挑战任务卡的要求，准备了制作小船的材料，画出了小船的设计图。在同学们经历了需求分析、准备材料、设计小船之后，在这节课上我们就要制作自己的小船了。在动手之前，请同学们想一想，我们直接就能制作了吗？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呢？我们还没有材料呢，要先按照自己的设计图中材料和工具栏的内容，准备要用的材料和工具。我们要按照设计图画的样子来做小船，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完了也应该和设计图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所以在制作之前，我们要看清设计船上小船分成了几个部分，分别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把材料按顺序码放好，然后再动手制作。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一起制作小船吧。我们来看看几位同学制作小船的视频。为了节约时间，老师采取了快进的方式播放视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我做的是一条客轮，我按照设计图上的标注，准备了2个一样的空水瓶做船舱，用透明胶条把它们绑起来，这样就粘牢不会散了。然后我测量了船舱的长度和宽度，剪了一块白色卡纸做甲板。为了防水，在白卡纸外面贴上了彩色防水纸。我又用塑料泡沫块制作了客轮上面的房间，为了漂亮一点，我把泡沫塑料块的外面粘了彩纸，然后把它们都粘在甲板上。我又用泡沫塑料的管子剪下来一小段做烟囱，然后在泡沫塑料块外面的彩纸上画出窗户，把房顶涂上颜色，上层建筑就做好了。我又按照船舱的宽度裁剪了泡沫塑料块做船头和船尾。老师提醒我在使用小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切到手。为了美观，我在泡沫塑料块上画上了花纹。我找到了2个小木条做船舷，粘在了甲板的两侧。最后用泡沫塑料管剪了几个小圈圈做客轮上的救生圈。我的客轮就做好了。你的客轮做得可真精致呀！我要做一条帆船，按照设计图准备好了需要的材料。我先来制作船帆，在白纸上画一个三角形，用彩笔涂上颜色，这样画好的船帆就是五颜六色的，很漂亮。沿着三角形的边缘剪下来，我的船帆就做好了。我选择了易拉罐做船舱，用胶条把它们捆起来就可以了。我用黑色塑料盘做甲板，塑料盘四周上翘，船舷就不用再做了。按照船舱的宽度裁剪了泡沫塑料块做船头，用彩笔在上面画了花纹做装饰，看起来就更漂亮了。我又用一小块泡沫塑料做甲板上面的船舱，用彩笔画出小窗户，用双面胶把它固定在甲板上。我们可以画得仔细一些，在两侧都画上窗户，粘贴双面胶的时候要把底部都粘上，这样就更加牢固了。最后，我用铅笔在船帆合适的位置上穿洞，把筷子插过去，用橡皮泥把桅杆固定在甲板上，我的小帆船就做好了。你的小帆船做得可真漂亮呀！我要做的货船比较大，有长长的船舱和甲板。
我用2个塑料盘拼在一起做它的甲板，用透明胶条把它们粘在一起。我又剪了一个塑料盘的一个角，用这个三角形的部分做船头。为了区分甲板和船舷，我量了塑料盘的长和宽，剪了一块长方形的白卡纸做甲板。黑色塑料盘翘起来的边缘就是船舷。我又用塑料盒做船舱，量取和甲板长度相同的长度，把2个塑料盒粘在一起，在上面再做个同样的盖子，用胶条粘好，船舱就做好了。把甲板固定在船舱上，上面用塑料泡沫块做上层建筑，用彩色吸管做装饰，用泡沫塑料管做烟囱，我的货船就做好了。你的货船做得可真大呀！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的小船做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制作过程当中的经验吧。在交流的时候，请从4个方面说。第一，你做了一条什么船？第二，你是不是按照设计图制作的？第三，在制作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问题？第四，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让我们一起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我做了一条客轮，在做的时候，我按照图纸找出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把它们分类放好，然后按照图纸进行了制作。我做了一条货船，我的货船比较大，船舱和甲板都很长，所以我多准备了一些做船舱和甲板的材料，然后按照图纸进行了制作。因为船舱是2个塑料盒粘在一起的，我怕接缝的地方漏水，用胶带多缠了几圈，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船舱会不会进水。我做了一条帆船，我也是按照设计图进行制作的，但是我觉得单一颜色的彩纸不够漂亮，所以我用彩笔画了个5颜6色的帆。可是我也有问题，就是不知道易拉罐的开口部分会不会进水。同学们的小船都做好了，我们对照着设计图来检查一下他们的小船是不是和设计图上画的是一样的。我发现客船做了船尾，但是设计图中没有画船尾。货船做的和设计图上画的是一样的。我发现帆船的设计图上有船尾这个部分，但是做好的帆船上没有船尾。同学们观察的可真仔细啊！这2位同学，你们能不能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做出解释呢？我在制作小船时，忽然想到客轮的船尾一般都是尖的，于是就给我做的客轮加上了船尾，同时修改了图纸，给图纸上的客船也画上了尖尖的船尾。因为泡沫塑料这个材料不够了，我也找不到其他适合做船尾的材料，所以我修改了我的设计图，把船尾的部分去掉了。现在我的小船和设计图是一样的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听清楚了吗？这2位同学在制作的过程中都发现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修改了设计图纸，解决了问题。你在制作小船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吗？你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可以和你家里的人说一说。同学们的小船都做好了，他们到底能不能满足挑战任务卡的要求呢？我们怎么进行检验呢？我觉得要把小船放到水里，才能知道它是不是能够漂浮和行驶，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大盆水，把小船放到水里试一试。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同意他的想法吗？你们现在想不想试一试呢？让我们一起对小船进行测试吧。在测试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小船的大小，准备合适大小的水盆，在里面装上足够多的水。把小船放到水盆里后，保证船的底部不能碰到水盆的底部。现在，老师准备了一个大水池，这样各种各样的小船就都能放在里面进行测试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位同学测试小船的情况吧。我把客船放到水里，船在推力的作用下向前行驶了。小船能漂浮在水面上，也能行驶一段距离，完成了挑战任务。我们看客船完成了挑战任务卡上的要求。我坐的货船放到水里，船舱没有进水，它漂在水面上，我推了一下，它就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达到了挑战任务的要求。货船也没有出现那位同学担心的船身进水的问题。我做的帆船在测试的时候能够漂在水面上，用纸扇风它就往前走了。我们看小帆船也能达到挑战任务卡上面的要求。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的小船测试了吗？它能够达到挑战任务卡的要求吗？相信同学们的小船都能够漂浮在水面上，并且在力的作用下能够行驶一段距离。有没有同学在测试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呢？老师，我的帆船虽然能够达到挑战任务卡上的要求，但是我试了几次，它都不能直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拐弯了，还会原地转圈。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在测试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们还遇到过其他的问题吗？遇到问题的同学不要气馁，在下节课上，我们就要针对测试中遇到的问题，再次改进我们的小船，进行第二次测试、第三次测试，直到取得最终的成功。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制作小船的过程吧。首先，我们针对挑战任务卡上提出的要求，讨论了怎样才能达成这些需求。然后，我们准备了手边容易得到的材料，根据小船的照片，画出了设计图。在今天这节课上，我们又根据画好的设计图，制作了小船。最后，我们对做好的小船进行了测试。我们发现，有的同学的小船在测试中获得了成功，有的同学的小船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此可见，制作小船这个任务我们还没有完成。在下节课上，我们要针对小船在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图纸和小船进行改进，还要进行继续的测试。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了。